给我瞄准了他！去你丫的！也方便用中国死神方便发怒，谁也拦不住，连播球都忌惮不已的世界泰拳王方便都照打不误。死神方便的对手可不只是世界泰拳王这么简单，他叫卡尔，来自瑞典，绰号手臂终结者，头顶一块布，全球我最富。这句话可不是瞎编乱造出来的。卡尔的这一身打扮是经典的富豪穿搭，身后的美女也是心甘情愿跟在他的身后跳着辣舞跟随。别看这家伙富得流油，就以为卡尔很高尚，其实这家伙非常残酷无情，曾一晚踢断了3位中国选手的胳膊，其中就有和死神方便平起平坐的白敬斌。这一次方便绝对不退让，竟然敢把中国拳坛扰得鸡犬不宁。方便没有理由往后退缩，毕竟方便可是中国80公斤级最能打的散打一哥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头顶一块布是如何被方便暴揍的。请长按3秒点赞。比赛开始。非富即贵的公子哥怎么会来打拳呢？就算不打拳也有花不完的金币，难道想在富翁老爹面前证明自己吗？好好的当一个富二代又有什么错？来到中国也不消停，一晚踢断3位中国选手手臂，还想拍拍屁股走人？中国拳坛岂能轻易放过这位来自外国的富二代？于是方便与卡尔的世纪之战拉开了帷幕。在泰国的清迈女王杯上获得过冠军，他的身高要比这个方便要高高出有那么2公分。因为这个瑞典的卡尔在泰国进行训练，所以他就获得过清迈女王杯的冠军。皮肤非常的黝黑，皮肤黝黑的选手呢，体能较好，柔韧性好。你看，眼睛带着一种凶光，怒视。要不怎么？卡尔研究了泰拳这么多年，就是为了提升扫踢腿的伤害和精准度。经过多年的研究与研发，卡尔的扫踢腿已经达到了巅峰状态。但在方便的铁拳狂砸下，卡尔很快就被打成了原形，从原本的黑色雄狮变成了人人可以抚摸的小猫咪。对此，卡尔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根本无法与方便展开正面对抗。拉开距离的卡尔再次准备对方便实施扫踢腿。观众朋友们都非常喜欢他这种比赛的打法，他这种连胜的记录。但是今天方便是改头换面，他的发型做了一种修整，下踢腿，这是方便的一个招牌动作。我们看到这个卡尔的对头部的正面的防守还是非常好的，准备看这个接力摔。此战是方便的第33场连胜，面对的是万人敬仰的世界泰拳冠军，不仅在中国踢断了3位中国选手的手臂，并且还击败了7位鼎鼎大名的拳坛猛将。其后卡尔便在中国横行霸道，根本不把任何一位中国选手放在眼里，甚至连白敬斌都难逃被他踢断胳膊的命运。就在卡尔即将称霸80公斤级的时候，死神方便站了出来。现在方面打得更加的稳健，他今年已经30岁，而对手是23岁。很漂亮的后手直拳，要下劈腿，所以我们看方面比赛就是一种享受。我们说他的打法更具有像绅士一样，打得非常的潇洒。不仅他注重一种结构，他更注重这种过程。尽管方便很灵活，那也挨到了不少扫踢，肋骨上有了明显的伤痕，但方便并没有因此而畏惧卡尔，继续拿着拳头和卡尔展开正常对抗，绝对不允许眼前这位黑色怪兽在中国横行霸道。现在观众朋友们看到，这是我们在河南的信阳体育场为您带来 WF 环球拳争霸赛男子80公斤级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。红方是中国勇士。第2回合开始了，方便的腹部已经受到了重创，只要卡尔将扫踢腿实施了出来，不管方便防守也好，不防守也罢，都能给方便制造大麻烦。就算用手臂挡住了卡尔的扫踢，那么方便的手臂也会受到损伤。经过1回合的简单试探，卡尔基本上不会实施任何一次拳法进攻，全部将重心放在了腿法上。即便实施了一些零碎的拳法进攻，也是为了试探方便的底细才被迫使出。用躲闪，就是散打运动员的一个防守技术它并不是像练拳击的，包括那种转身后的腿，非常漂亮，非常漂亮。这个我们看到卡尔有点怎么说，那句没让他插这也差不多了。让我们看到他的面色，你能感受到，这就是方便的一种变化，射踹腿。现在我们看到卡尔不敢出动作了，这就是方便的前摆加后蹬的腰部接力摔。方便可是武术散打出身，自身的灵活程度相当之高，
所打出的拳脚进攻也非常精准。然而卡尔丝毫没有感觉到任何威胁，继续在中远距离与方便展开对峙。凶狠毒辣的扫踢腿随时都能打在方便的肋骨上，反观方便将距离控制得非常好，根本不给卡尔实施扫踢腿的距离，甚至还会时不时换给卡尔一腿，这就让卡尔陷入了进退两难。4个了，就看方便是不是转身个边拳动作还有，他这种战术上的这种变化，卡尔就防不胜防了。他越打，现在卡尔越敢出动作。今天是卡尔知道了什么叫中国勇士，为什么方便能够保持32场连胜这个记录？就他这种变化。方便把控的距离非常极端，进可攻退可守的同时，还能应对所有的突发状况。对于卡尔来说，这个情况十分不妙，引以为傲的扫踢腿根本无法正常实施，完全被方便所限制，并且还会被方便的重拳肆意击打。对此，卡尔一点办法都没有，除了稳于现状，等待一个合适的进攻机会，其他做不了任何有效进攻。变化，但这种变化是一种虚张声势的一种变化，并没有实质性的动作。刚才是卡尔想利用一个飞膝击这个方便的头部，现在全场的人们在为方便加油，这是发自内心的对方便的喜欢。漂亮，方便的上头动作，这就是方便这个变化。他这个前支撑腿不仅能有下劈，还有高变腿上头的动作。正因为这种变化，现在是卡尔就没法防了。现在观众朋友们看到这第3回合开始了，此时的方便已经完全掌控了比赛节奏，但卡尔的扫踢腿威慑力依然很强，不管踢在方便身体上任何一个位置，都有很强的冲击力。对此方便也是有所防范，毕竟卡尔曾经踢断了白敬斌的手臂，足以证明卡尔的扫踢腿是一个可以摧毁世间万物的攻击招式，不管是防守住也好，不防守也好，都能给方便带来不必要的损伤。队长还是要用变化来控制它，通过节奏这种变化。方便的灵活给了他很大的生存空间，不仅可以限制卡尔的扫踢腿，并且还可以轻松躲避卡尔所实施的扫踢，这就让卡尔的扫踢失去了原有的威胁。经过2回合的对拼，两人已经出现了大汗淋漓，擂台上的汗水也是越来越多，裁判只好暂停比赛，让工作人员擦拭擂台。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们在河南的信阳体育场今天带来 WF 环球拳争霸赛男子80公斤级第3回合方便同瑞典卡尔的比赛。实际是低扫腿不是方便的这个特长，还要利用下劈转身的后蹬。人人都知道卡尔的扫踢腿很厉害，却不知方便的下劈腿也有很大的威力。灵活的方便在不给卡尔实施进攻的同时，还会拿着拳脚进攻，逐渐摧毁卡尔的防御。反观卡尔可是瑞典的黑色雄狮，自然不会让方便压着打。不过此时的比赛已经定局，就算卡尔再怎么努力，都无法改变当下的局势。今天这个卡尔确实很硬，反而也被激怒了。现在方便力刚用后手的重拳，但是这个距离还没有控制好，高变的上头。实际在第3回合，只要方便控制比赛的这种场面就行，这场比赛就肯定就拿下，而且会取得33连胜。不要一味的给对方来硬拼硬的打阵地，转身后蹬，对。多次的被撂倒，让卡尔的进攻气焰减少了很多。此时的比赛时间也没剩多少了，然而卡尔的扫踢腿依然在蓄力，看来是想一举将方便拿下。反观方便可是处于32连胜的中国搏击一哥，岂会轻易让卡尔打报废？都到这个时候了，方便的腿法进攻依然具有很大的压迫感，多次的腿法进攻让卡尔再次对方便产生了畏惧。只要控制好比赛的节奏，这场比赛方面肯定就拿下，就赢得这场比赛的胜利。要转身一个后蹬，因为地太滑，这种转身动作你很难能够很好的进行运用。但是这种转身后蹬腿的动作确实很实用。
这样的话也迫使方便利用前摆架后置动作，包括接力摔的动作。由于这种节奏的变化，卡尔就一下就乱了方寸。只要你不给他，距离比赛结束还剩下10秒钟，方便竟然把卡尔扛了起来。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，方便的体能完全没有出现任何问题。从比赛一开始，方便就一直在实施针对性击打，在不给卡尔实施腿法进攻的前提下，方便会将点数优势控制在自己这一方。只要方便稳扎稳打，对卡尔的扫踢多加防范，拿下比赛胜利还是很简单的。这场比赛就没有任何的悬念，这场比赛啊，方便。最终方便获得了比赛胜利，成功将这位在中国横行霸道的黑色熊施展于马下，手臂终结者的称号也就此终结。中国的死神方便果然不简单，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方便打几分？